在这按个手印，算正式入会了。仙五品玄灵丹们的完整丹方，老师批了权限，我拿贡献值替你换。赤魂花、金髓根、玄阴枝，这3味主药，小黑子天天在盘龙城地里当柴火烧，储物界里堆得快发霉了。全现成的，成本直接对半砍。几万贡献值，眼都不眨就砸下来，是拉拢还是借机试探？管他呢，送到手里的白石，不吃白不吃。多谢慕容姑娘破费。今晚亥时，揽星阁。明白。许会长，晚辈告退。太干净了，一个能在底层摸爬滚打活下来的散修，底子不该干净成这样。在工会的暗规矩里，档案被折了死角，意味着背景待查。藏书阁的高级权限从这一刻起对他彻底封死。炉台干净的不像个生手，不看单肩全凭鼻子，溯源比小薇还快2息，加上这满纸的空白和那双全无散修敬畏的眼睛，这些事单拎出一件不算什么，但全凑在一个人身上就叫不寻常。入会的手续办完了，我要查的底才刚刚开始。安哥，等等我！安哥，师尊传话了，他说愿意见你，但入宗得过3关。他千叮咛万嘱咐，让你今晚先以普通散修的身份进去，千万别急着亮那块4品徽章。安哥，那位杜太上长老看人的眼神可毒得很，你千万提防着些。怕什么？既然来了，就随我进去看看这仙剑宗最高处的深浅。今夜揽星阁论道，诸位同道不必拘礼，尽兴便是。陆道友，甄师弟，请随我来。谁？居然能让杜师姐亲自去迎？看他腰上这么年轻的工会4品，这怕不是哪家隐士老怪调教出来的真传？他不用站在最高处，他站的地方就是全场的重力中心。晚辈陆清安见过杜太上长老。内门弟子甄永福拜见杜太上长老。盘龙城来的新面孔，入座吧。陆清安，
真是冤家路窄呀！旧怨、新仇以及暗藏的嫉妒，今夜的揽星阁，四双眼睛从4个方向死死锁住了灯火中央的陆清安。徐师妹觉醒的这等万古体质，日后必定是我仙剑宗的扛鼎之人。师兄先干为敬。师兄言重了，青莹初来乍到，往后还要仰仗诸位师兄照拂。小心黄轩宇。慕容姑娘，那南域的赤火藤若是配上冰心草，火候实在是极难掌控啊。只需在凝丹前抽走3分地火，便可阴阳交际。道友回去不妨一试。他像个耐心的猎手，在社交的掩护下，随手捡起一片片看似无关紧要的碎片，在脑海里拼凑着这个人的真正底细。慕容师姐，那个新来的散修到底什么来头啊？居然能劳驾杜姑娘亲自引路，师姐觉得他底子如何？能拿4品徽章，自有过人之处。对了，下个月流光殿的排期听说调整了。对，听说内门的修炼名又少了一半呢。揽星阁的天才宴会，就是一张等级森严的社交地图。谁来为你引路，决定了你今晚站着的高度。诸位，这位是陆清安，此次公会4品考核首名。望虚城这几年的4品考核，多是些纸上谈兵的世家子。陆道友能拿首名，定是有真本事的。这杯敬。陆道友辨识残方的手法颇有意思，诸位日后若论阵法溯源，不妨多交流。能让杜师姐称一句有意思，陆道友这手法想必是跳出了寻常的五行生各。今日人多，改日定要厚颜讨教一番。陆道友，我的朋友。杜师姐的朋友，资质定然也是极硬的。陆兄弟，入座喝一杯。诸位客气，陆某初来乍到，往后还要仰仗诸位同道照拂，先干为敬。4品首名，手法有意思。我的朋友，3张桌子，3套说辞。杜微微这是在拿仙剑宗的场子，一砖一瓦的给陆清安这个散书垫台阶。东荒这代能看的丹道苗子不多，仙剑宗的段小楼算一个，龙火诀已摸到琉璃门槛。天虚城的阵道天才，听说昨儿刚破了7星锁灵阵，13岁。听总会风声，9名丹尊刚寻回的那位，明日便要驾临仙剑宗了。听说那位脾气极难测，这一趟怕是来者不善啊。太上长老怎么亲自走下去了？那可是个连根基都没有的散修。小维说你控火很稳，他很少夸人。得了块4品的牌子，在外面确实算个人物，但在仙剑宗，如果想凭他去碰深处的那座高塔，还差得远。受教。上位者敲打后背，等的是诚惶诚恐，
或是压不住的傲气，但这死水般的受教二字连一丝波澜都没露出来。这种毫无破绽的死寂，让杜峰那颗习惯掌控全局的心罕见地悬空了半拍。徐师妹、陆道友，既然都在这揽星阁举杯，何必装作不相识？当年在盘龙城，两位可都出自我皇家的授权院。皇家授权？那不是被家族圈养奴役，专门逼着去召唤塔拿命换宝的下贱活粗吗？哼，难怪身上连个宗门玉佩都没有，原来是个拿命换钱的授权出身。这种人居然也能混进揽星阁的席位。简简单单几个字，犹如一把见血封喉的软刀，借着周围人的嘴，当众揭开了底牌，将2名新贵直接钉在了最底层的耻辱柱上。在等级森严的名利场里，毁掉一个人不需要拔剑，只需要当众掀开他最不堪的底牌。安哥说过，这大殿里真长着眼睛，绝不能过去添乱。别住！诸位，今夜这揽星阁的灵茶，除了论道，还有一件正事。宗主新收的亲传弟子徐清莹师妹初入宗门，这杯茶全当是诸位同道为徐师妹接风洗尘了。青莹初来乍到，往后宗门漫漫长路，还望诸位师兄师姐不吝赐教。小指勾住袖边，他已紧张到极点。黄燕宇当众扒了他授权的底，等同于把宗主亲传的面子踩在脚下。徐师妹这杯接风茶倒是喝得从容，不过既然我方才已经替两位接了底，师妹这杯茶是不是该单独敬一敬那位曾与你共患难的陆道友？黄师兄说的不错，当年在皇家授权，活人被当作牲口圈养，强抽受冤去换宝，确实是九死一生。但十大士维系这套体系里，也定下了一条铁律，为了压制反抗，活着的修为绝不可超过月宵境。黄师兄，青莹与陆道友既已越过了月宵境这道坎，按着十大势力当年定下的铁律，那笔授权的烂账便已在天道前两清了。这一杯，青莹只敬宗门，也敬诸位同道。能在那种拿命填的泥潭里活下来，还能破镜洗掉剑疾，这等心性和手段，日后绝不可轻易得罪。不仅没被过去压垮，还能这般坦然地用铁律堵回去，这亲传弟子的心机极深。脑子转得够快，这烂账让他给盘活了。捂着疮疤只会让人看笑话，干脆借着仙界的规矩，把最烂的底牌拍在桌上当护身符。黄轩宇这杯毒酒，算是硬生生灌进自己嘴里了。这家伙怎么不接茬儿？他底细都被我摸清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他在这端什么架子？陈年旧账罢了，随口一提。柳兄是对别人的底细感兴趣，自己去查便是，不必来试探我。不上套的毒蛇，看来想拿他当导师是不行不通了。要我说，这望虚城工会考出来的4品，水分还是太大。毕竟不是咱们内门丹院的底子，到了真火炼金的时候，谁知道那所谓的首名是不是靠运气堆出来的？居然连一句反唇相吹都没有，难道我是空气吗？没有筹码的犬吠，多听一个字，都是在浪费时间。
诸位，借着杜师姐的茶会，黄某想给大家讲个短的可怜的市井故事。故事的开头是一个每天躺在泥地里大口喘气，被阵法像抽丝一样强抽寿元的活牲口。而故事的结尾，这个牲口摇身一变，拿到了工会的4品徽章，此刻正站在这东荒最顶级的揽星阁里，与诸位天骄举杯共饮。黄某实在好奇，从泥潭里的兽奴到4品天才，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故事的起承转合，怎么就这么久经不起推敲呢？茶都快凉了，故事讲完了就入座。客随主便，莫要在这揽星阁里搅了主人的清静。上位者维护秩序，不需要声色俱厉。一句轻飘的客随主便，将黄轩宇咄咄逼人的杀局瞬间降维成一场不知礼数的闹剧。黄道友讲故事最忌讳有头无尾，你光铺垫个耸人听闻的开头，直接跳到结尾，中间因果全靠人猜。揽星阁的大好光烟拿来听你这没头没尾的废话。最高明的化解不是愤怒自证，而是直接否定对方的攻击方式。陆清安一句话就把处心积虑的阶级攻击反向定性为连话都说不清楚的小丑。不过黄兄这话中间空出的那段因果确实值得好好琢磨。太上长老明鉴，既然黄兄对陆道友徽章来历存疑，与其听故事，不如直接见真章。晚辈不才，愿在今日这茶宴上向陆道友讨教一番丹道，是真假开个炉子，一试便知。恳请太上长老出题做裁。在这个年纪，面对绝境，不是强装镇定，而是这种看透底牌的死寂有意思。父亲，面对此辈死局，他的气息连一丝波澜都未掀起。他不是强撑，他是在控局。揽星阁自建阁以来，为保清雅，阁内从不准开炉生火。但这世上没有破不了的例，今日老夫便破这个例。你既然笃定老夫会入局，老夫便亲手给你造个牢笼，是真龙还是草蛇，进笼子练一练，便全清楚了。来人，备炉。在修仙界，华丽的皮囊往往只能唬住外行，真正的死局在点火之前就已经注定。揽星阁破例，不赌虚名。柳家小子，拿你名下那座天字号地火丹房做彩头，你若输了，使用权归他。晚辈毫无异议。陆清安，你若输了，留下腰间的4品徽章，终生不得在东荒开炉，敢不敢接？长者赐，不敢辞。今日不开炉炼丹，只考基本功，提存这株赤魂花镜凝炼药精，1炷香为限。开始吧。太上长老亲自出题，那散修要是炸了炉，怕是连全尸都留不下。赤魂花性烈，不以清焰强压，根本锁不住药性。他怎么连火都不生？闭着眼睛发什么愣？季生，他在变药。不变品相，先探本源。同一种赤魂花，小阳背阴，火候天差地别。世家子弟只知死背丹方，这小子摸透的却是这株药独一无二的脾性。火未生，高下一分。切口微涩，向阳而生，阳气偏浮。若用猛火强压，药力必散。
刚好压他一头即可，没必要出全力。压错住了，这雄鹿的底细竟比当年在盘龙城时藏的还要深不可教。3处交痕，药力散了30%，药性垂留90%以上，后生可畏，不止4品。少爷，他定是碰了巧，咱们再开一炉，事不过。住口！明明是柳师兄那青焰烧得更猛啊！赢在精度，点火之前，这局就已经结了。杜峰的8字判词如同一根定海神针，彻底掐灭了今夜明面上所有的杀机。连太上长老都发话了，现在凑上去，凭你也配？妈的，这姓黄的阴魂不散！明面上的杀局被封死了，便只能在暗处下私帖。等着。柳家这次可是栽了个大跟头，3座极品丹房就这么输出去了。小声点，柳元姐还没走远呢。少爷，咱们回吧。回去把内门那3座天字号丹房的玉符摘了，明日一早送去给陆清安。少爷，那可是宗门特批的极品私产。太上长老当众定的彩头，你想让柳家跟着陪葬，送去。他到底是什么路数，连收获都能藏，总不可能真的只是个碰巧破镜的下人。盘龙城时，我只当他是个洗崩镜剑级的杂碎，这层老实巴交的皮把我全骗了。太上长老，3次收获，分毫不差。太上长老，谬赞。你这张4品的皮披的倒是严丝合缝。这老怪物隔着那么远的台子，连我最隐蔽的撤火动作都被看得一清二楚。他根本没信我只是个4品。内门的位置，自己去争。晚辈受教。下次开炉别再留手，让我看看你的真本事。这老怪物早看穿我在藏拙了，多了一双太上长老的眼睛盯着，以后再想装庸才，怕是行不通了。揽星阁的灯灭了还会亮，只是下次再开席，来的人未必还是今日的诸位。今夜论道，至此作结。段师兄，那散秀不过是仗着懂点药理，他连个像样的本命灵火都没有。别拿咱们的规矩去套他，那人的控火精度根本不是正路子出来的。内门那些自视甚高的家伙，以后有苦头吃了。残阵加残火凑在一起，反倒成了生门。仙剑宗的宴会可真无聊。2位师兄别拽呀！我安哥那3座天字号丹房还没去收钥匙呢，我得去提醒他收账啊！入宗的敲门砖到手了，接下来这挂在脖子上的太上长老的眼线只能硬烫了。仙剑宗的清晨，往往是被主峰的钟声唤醒的，但今天唤醒他的是一尊粗暴撕裂云层的庞然大物。
这是哪位大能的座驾？连主峰的护山大阵都没拦他。何人敢在仙剑宗主峰放肆？执事堂听令，即刻开启迎客防阵！长老，别开阵！你没看见那船头的九幽冥兽图腾吗？那是炼丹师总会的人，竟是那位传闻中的少尊主到了。韩九渊，炼丹师总会巡查使，九名丹尊的独子。对于仙剑宗而言，这是一尊惹不起的巨佛，而对于此刻正走投无路的自路来说，他就是当年在秘境中结下死仇，如今亲手递出催命符的宿敌。九名丹尊一脉的人，这头过江龙一落地，内门这潭死水的压强就变了。当风暴席卷而过时，高塔之上的人往往只会冷眼旁观。太上长老，长老会那边已经透了风，韩九渊这次是持着总会的巡查令来的，矛头直指内门大殿外跪了一夜的自路。咱们若是袖手旁观，任由他在主峰拿人，岂不叫外人看清了仙剑宗的底气？底气不是靠强出头挣来的。九名丹尊的独子拿着总会的牌子，名正言顺的来寻仇，这叫占了天时地利。让他去闹，正好借这把火练一练咱们内门那些生了锈的骨头。是，那刚拿了4品徽章的陆清安那边呢？那韩九渊行事无忌，咱们要不要派人提点几句，免得这好不容易冒头的丹道苗子引火烧身？他若连这点趋利避害的眼力都没有，那这块4品的牌子就是当给他陪葬的冥纸了。看着就行，风刮得越急，才越能试出骨头的斤两。当权势的巨兽在阳光下咆哮时，最先被碾碎的往往是那些躲在暗处走投无路的蝼蚁。韩九渊的非洲直接压了主峰，长老会的逐宗令已进入最后表决。我查过卷宗，当年秘境之仇，韩九渊是要活活抽空他的根基。思路现在被逼到了死角，为了活命，他随时可能会把假道友抛出来做最后的筹码，你要早做得断。抛出假道友，他连我真容都没见过，顶多供出一个查无此人的虚影。反倒是现在谁去保他，谁就会被韩九轩这条过江龙咬住。柳家那3座丹房还没去收，杜峰的眼睛还在我脖子上悬着。为了一个不知底细的废子，去硬抗9名丹尊的巡查使，这笔账风险无限大，收益等于0。人在溺水时会紧紧抓住碰到的一切东西，当初既然聚了，这桩因果便与我无关，只能让他自求多福了。我倒要看看这位少尊主能把仙剑宗的火烧得多黄。子路，长老会的风向变了。那3位一直咬着你不放的太上长老，今日联名递交了最终表决书，他们是不打算留活路了。老夫与你刘师伯拼上这张老脸，也挡不住韩九渊手里的巡查令。3天，我们最多只能再替你压3天。3天后，逐宗令落印，死期便成了。你自己想办法吧。都不管我，那就只能自己去争一条活路了。许会长，望虚城地处南域边缘，晚辈原以为这里灵气稀薄，
今日一见，倒是晚辈眼拙了。巡查使大驾光临，必会蓬荜生辉。南域偏远，没什么好招待的，请用茶。许会长谦虚了。昨日总会的几位前辈刚看了贵会这次4品考核的卷宗，那可是赞不绝口啊。考核自有工会的章程，老朽不过是按规矩办事，能出满分的首名是考生的造化，也是总会定下的考题公令。规矩自然是极好的，只要守规矩，哪怕是个底层散修，也能一跃成为工会新贵。不过仙剑宗内门那位叫自路的长老，最近这阵子似乎不含守规矩，惹了一些不大不小的麻烦。望虚城分会只管炼丹师的品级，仙剑宗内部的人事恩怨，工会从不耳闻，也绝不介入。许会长高风亮节，公私分明，晚辈完全理解。今日晚辈也只是顺道来打个招呼，叨扰会长清修了，告辞。仙剑宗的茶确实不错，希望过几日晚辈再来时，这茶还是这个味道。通风阵法用的是3阶聚灵阵的改版，废气排空速度比工会的炉子快了1倍。火脉通透，没有丝毫地煞杂气。这3座地火井的地下阵纹同气连枝，随时可以并炉炼制。如果用这3座丹房进行高阶提纯，成丹率能稳定拔高2成。柳元清昨夜送来的这笔赞助，算是帮我把前期的材料损耗硬生生砍下了一大截。有了这片私密的顶级资产，我从盘龙城带出来的那些高阶仙药，终于能名正言顺的开炉变现，换成我自己的筹码了。入宗的敲门章有了，炼丹的底盘也稳了，接下来就该专心算算我自己的账。在修仙界的名利场里，风暴过后的清算，往往比风暴本身来得更加迅猛。听说了吗？四路长老的洞府，半个时辰前刚被戒律堂贴了死封。哼，能不贴吗？炼丹师总会那位活阎王还在主峰喝茶呢。上头连夜出名，听说连件相应的法器都没让带走，直接遣人押送出山门了。真是树倒猢狲散啊！说好的3天，连3个时辰都不愿施舍。韩九渊好绝的手段，令缴了，袍子扒了，当真是一点活气都不留。半生筹谋，满盘皆输。既然正道走不通，那就去趟绝路。底牌被掀，落印赤夺，连夜被逐。韩九渊这把快刀，当真是一点余地都没留。不过，这个人已经彻底出局了，他的生死因果与我无关。真实开口，灵根我倒是不怕，可那第3关剑碑是，我这门狂风剑剑我才练到第2层，万一碑上符文亮不到6成怎么办？万一过不去怎么办？省力气吧，明儿可是跟那帮仙城世家的怪物同台，别指望显眼了。能在外门捞个杂役的位子，就算咱们祖上积大德了。陆小友，明日辰时，主峰测试殿前广场参加入宗考核。永福那混小子对你的炼丹手法可是推崇必敬啊。不过这入宗的规矩，谁也不能免俗，还是得你自己去走一遭，早些歇息，明日好好表现。借真永福的手给了这块令牌，大半夜又亲自传音来嘱咐一句，堂堂十全长老屈尊降贵来提醒一个散修，这是在明着释放善意。既然人家主动抛来了这根定海神针，那我明日安安稳稳去走个过场，
顺水推舟便好。第一关测灵碑，看的是根病。泥潭里摸爬滚打出来的底子，本就不算什么惊世骇俗的天才，把真实的自己摊开给他们看，就是最省力的伪装。没人会去防备一个天赋平庸的穷酸散修。第二关修为验证，玄光1层，刚好卡阻在内门考核的最低门槛上，这也是货真价实的东西，验不出任何猫腻。卡在及格线上的人永远是最安全的。唯一需要花点心思把控的，只有第3关的实战剑碑。只能用最基础的剑诀，剑气切入的深度必须精准卡在及格线上，让碑上的符文刚好亮起6成。多一分太扎眼，容易招惹没必要的麻烦；少一分，连这内门的门槛都跨不进去。完美的中庸，才是在这名利场里活得最久的护身符。前2关交实底，最后1关精准控分，这笔有赚不赔的买卖，算是盘明白了。看中间那个，那是附属世家孟家的嫡脉孟秋然，听说他根骨奇佳，早被内门长老内定了。有这种怪物在，咱们这帮散修今儿怕是全得成了陪催。怪物陪衬挺好，林子的输入越高，底下的杂草才越不容易被人盯上。苏云昭，中等偏上，散修里居然能出这种根骨。灵根中等偏上，下一个陆清安。刚过中线，这种卡在及格线上的废料，进了内门也就是个烧火挑水的杂役名。中等，和昨夜盘算的分毫不出。平庸的废料才是最不引人注目的保护铺。灵根中，下一个孟秋然。这才是天才该有的动静。灵根上等。有这只绝佳的出头鸟在前面顶着，我这平庸的底子才算真正安稳地扎进了泥里。出剑，显气。玄光1层，气息尚算平稳，但缺了剑修的锋芒，根基一般。下一个孟秋然。不错，玄光3层，剑意勃发，是个好苗子。玄光3层，根骨上等，这块现成的挡箭牌，底子比我算的还要扎实。第2关考核完毕，明日辰时进行最后一关剑碑式。孟秋然不错，苏云昭也可造就。至于那个陆清安，中规中矩，毫无亮色。底下怎么还夹着一页？望虚城炼丹张慧慧的加级绝密档。根骨中的玄光1层，望虚城的4品首名，这怎么可能？这3样东西堆在同一个人身上，他娘的不是绝顶的天才，就是披着人皮的鬼。后台的档案终究是瞒不住的，只要不在今天的考场上当众点破，就已经达到了最优解。巡池使韩九渊借总会急召，连夜离开。悬在望虚城头顶的刀，暂时挪开了半寸。今日第3关剑碑式，规矩老夫只说一遍。向碑出剑，碑面自会根据你们剑气的深浅准头亮起符文，亮足6成，便算跨进了内门的门槛。孟秋然，你先来。
亮了90%！老天，这剑痕起码比及格线深了快2寸吧！灵力霸道，确实是个好苗子。下一个，陆清安。纯靠死力气劈，痕迹是难看了点，不过能安安稳稳混在泥堆里，比什么剑气如虹都管用。刚看完孟少爷那惊艳一剑，再看这种靠死力气砸出来的王八剑法，真是脏了眼睛。走吧走吧，没看头了，一丝迹都没有。看来传言不假，心思全耗在火炉上，上了阵仗就是个废料。亏我昨晚还以为招了个怪物，真是白操心。突然，平庸的毫无破绽，才是这名利场里最好的隐身符。这关算是糊弄过去了。安哥，我就知道这破石碑难不住你，这下咱们兄弟俩总算能在这内门堂堂正正的走动了。收敛点，别第一天就让人盯上。恭喜！我就知道这外门的几道关卡拦不住你。险险压过及格线而已。仙剑宗的门槛确实不好跨。撞了一早上的平庸废料，总算碰见个不用费心去算计的熟人了。拿着，北七院丙字间，隔壁是个叫孟秋然的天才，火气旺得很，自己躲着点儿。多谢总。别谢老夫，老夫只是个跑腿的。你那份4品档案，底下执事还没捂热乎，就被那老疯子连夜截胡了。他让老夫带句话，剑挥得像劈柴无妨，别把他山头上的炉子炸了就行。他这几日正在闭死关，等出关了，自会来寻你。老疯子，新来的，门派贡献细则自己看。提醒句，宗门贡献值不准私下买卖。仙剑宗的规矩森严而赤裸，底层弟子拿命和时间去熬点碎银子，而掌握核心技艺的人，只要能出货，宗门就敢给出100倍的暴力加成。守门熬3年才给60点，而我开一炉就是100点。这规矩定的是真绝，对底下人是榨汁机，对能砸出产量的人来说，却是一座搬不空的金山。只要我的炉壶不断，高塔里的宝贝早晚跟我姓陆。仙剑宗天字号丹房，这里引的是主峰最精纯的地火脉，寻常内门弟子攒上3年血汗贡献，也未必能换来1日的使用权。3阶聚灵阵排浊，地火井直通主脉，这底温比工会的炉子高了足足2成，难怪寻常内门弟子压不住这里的火气。陆清安要炼的是一炉拿来试手的4品赤阳丹，这丹药在宗门内是有价无市的硬通货，但所需的主药不过是他此前在盘龙城里随处可见的贱价货。烈阳果性烈如火，铁骨藤至沉如铁，药力一轻一重，这底火造了一份。我的3品金边莲，这该死的地火脉怎么突然倒挂了？老子攒了半年的身家呀，毁了！火随地脉走，只认死方子，不贴着炉子听地气，活该你炸炉！给我凝！
成了，这顶级的炉子配上贱价的仙草，这利润简直比我想象的还要可怕。知事大人，我在落雁峰风吹日晒守了1年界碑，怎么玉牌上才划了20点贡献？这点数连去内务阁换半瓶最劣质的月销丹都不够啊！您是不是算漏了？规矩就钉在墙上，看门1年级数就是20点，嫌少。后山断腰谷去斩一头2人兽50点，你敢去拿命换吗？下一个。交单。4品赤阳丹1炉，单纹成环，绝等品质。天字号单房出品，按宗门新规，底数加成2成，总计120点贡献。120点，我耳朵没好评吧？我起早贪黑在灵药园种了3年灵草，才攒了不到50点。他这1炉丹就抵我干7年的苦力。你懂个屁！那是4品绝等，整个内门丹渊能练出这成色的，一只手都数得过来。这家伙到底什么来头？这位道友真是好手段，以后若还有高品丹药上交，无需在外头排队，直接来里间找老朽节便是。按规矩办即可，多谢。寒风一载风霜，换不来几分酬劳。丹炉片刻火候，却得风后回报。万般光景，皆道宗门世态凉薄如斯。守门1年20点，熬3年才凑够60，而我开一炉最基础的炼手药，不到1个时辰，120点。真得好好谢谢柳元君柳大少爷的慷慨。在名利场里，比失去财富更让世家子弟抓狂的，是看着别人用自己的财富扶摇直上。少爷，刚才贡献堂那边传来消息，那姓陆的小子不仅搬进了咱们的天字号丹房，还顺利的练出了第1炉丹，4品绝等，当场拿了120点贡献。拿着本少爷的丹房，踩着本少爷的脸面去出风头，他一个玄光1层的散修，凭什么驾驭得住天字号的地脉？少爷息怒，那小子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这第1炉定是侥幸。我不想看他有第2次侥幸。天字号的玉符虽然交给他了，但这丹房当年是我柳家建的，地底的府脉阀门还在外围。去，在3号符阵也动点手脚，引一道地脉火煞渗进他的主炉，我要他下1炉丹直接炸膛。我要让所有人看看他那股穷酸的废物味儿，根本配不上天字号的炉子。去办！地脉火煞从外部府脉渗过来的，柳家那位大少爷还真是见不得别人好，手段粗糙，不过是想让我炸炉丢脸罢了。这股火煞虽然狂暴，但若是用神识将其熏服，用来淬炼仙草里的杂质，反倒是绝佳的猛药。多谢柳大少爷免费送的猛火，有这股火煞相助，这1炉的药性起码能再逼出1成。算算时间，那小子第2炉该引火了。只要火煞一冲，这罗盘就能感应到炸炉的震波。这小子的控火手法怎么这么邪门啊！地脉火煞的反噬都能强行压得住。少爷，少爷，没炸！没炸？
那是暴烈的地脉火煞，他一个玄光境1层的废物怎么可能压得住？你到底把阵法布置好没有？少爷，不好了！那姓陆的刚才又去了一趟贡献堂，连交了2炉丹，据说药性比第1炉还要精纯1分，品质高的吓人，又拿了240点。他把本少爷下的火煞当成了炼丹的猛火。陆清安，本少爷绝不会就这么算了。真不凑巧，4品主药赤魂花刚被调走，如今库房里只剩下1、2品的边角料，陆师弟要吗？这种货色，连给小黑仔塞牙缝当燃料都不配，纯粹的垃圾。不仅是赤魂花吧，这满墙的4品主药，想必是一并空了。哪个疯掉的？灵药峰，陆师弟，别以为挂了块内门银牌就能挑肥拣瘦。这仙草药的优先级，从来就不是给你们这些毫无根基的新进弟子留着的，世家优先，这是死规矩。在仙门巨头里，内门弟子的身份只是一张入场券。真正的高阶资源永远被那些盘根错节的古老世家攥在手心里。原来如此。摧毁一个炼丹师，最兵不血刃的方法就是掐断他的药源，这叫阳谋。不过是卡一下仙草份额罢了，何须动怒？他一个泥腿子出身，没了我灵药峰的4品料，这天字号的火，他用什么烧？断了他所有的4品主药，我看他这个月拿什么去换贡献值？我要生生耗干他，让他认清这内门到底是谁说了算，让他跪着把丹方的玉符给我送回来。柳家自以为切断我的命脉，愚蠢至极。盘龙城砸下几百万仙石，扫空的全城库存，这些4品不过是当时商会白送的搭头，就算敞开了烧，也足够我烧上100年。但我现在手里捏着天价的底蕴，兜里的仙石却见底了。望虚城10年一开的地下大拍在即，去争抢那些7品8品能逆天改命的正宗级资源，人家不看宗门规矩，只认海量的现钱。柳家的断供不仅没能卡死陆清安的咽喉，反而成了他掩盖自身恐怖产能的完美屏障。如果我顶着断供，依然每天上交海量4品丹药，必会被那些老怪抓去严审体系。这些就留给宗门和柳家去交差吧。先7品空间法宝吞星囊，在盘龙城兽幻塔里用海量寿元砸出来的顶级货色，内蕴一方小天地，足以隔绝大能的神识探查，用来装这些见不得光的黑市筹码，再合适不过。仙剑宗的明线，我陪你们演穷途末路，但这多出来的海量丹药，我要全部砸进望虚城见不得光的地下黑雾里，换成堆积如山的仙石。1颗，这可是5阶晨星铁的原矿。虽说寻常真火根本熔不掉，但品阶实打实摆在这儿，3枚5阶大妖内丹，少1颗都不换，你爱要不要？拿命换来的5阶内丹，去换一块根本没法熔炼的死铁，这女的疯了吧？这不就是个纯纯的冤大头吗？那块破石头在掌柜手里压了半年了，除了他，谁会当个宝贝？
卷宗上排在第一的人，用3枚拿命换来的5阶内丹，去换一块砸在手里的死铁。为了练剑，已经不计成本的被逼到了悬崖边上。这头又穷又饿的孤狼，正是我需要的最完美的安全。大师兄，底下人刚报上来，那陆清安今日善交的丹药，刚好卡在天字浩丹房的及格线上，多一颗都没有。柳家那边透了口风，想请咱们戒律堂以风炉清退的由头出面，强行把丹房收回来。断了所有的主药，居然还能按时交够底线份额，我倒要看看他手里那点边角料能撑到什么时候。那咱们就这么干看着？盯紧他，只要他每个月交不齐下月宗门规定的硬额，戒具堂便能名正言顺地收回他的天字号丹庭。这批陈姓废铁里的星辰精品还是太少，根本不够喂剑。难道还要去一次毒瘴林？什么人竟敢强迫我内门大阵？以陆清安仙级5品的阵道造诣，看着内门底层的防御阵，就如同看一张千疮百孔的破网，不靠蛮力，纯以法则碾压。拿命换来的5阶内丹，去换一筐炼不出几两金金的废矿，这种亏本买卖做多了会死。青玉瓶里有东西，你可以先验货。若想接这笔大买卖，我要的抽成规矩与高阶仙草的置换底线都在玉简里。阁下人家能毫无痕迹地绕开护府大阵，想必不是大半夜快来教我怎么活命的。有话直说。这等成色，就算是内门长老也未必拿得出。你要我去地下坊室替你洗掉这些货？地下坊室，这买卖我接了。捏碎玉简，便是同意契约的绝对信号。孟师兄又在枯坐了。整整2个月了，天天如此。你快看苏云昭那把剑，露出来的那点光，是星辰精金。星辰精金可是极品仙金啊！他一个没靠山的，天天往任务殿的死地跑，接了多少杀妖的脏活，才凑够钱淬炼出这等神兵。大师兄，贡献堂那边每日的抄录显示，陆清安这2个月来交单数量没有任何起伏，死死卡在天字宝丹房的及格线上。另外，任务殿那边传出消息，内门弟子苏云昭近期接连完成了数个极位任务，同队的弟子亲眼所见，他那把缠着麻布的旧剑上压不住磨露出极品仙金的流光。一个毫无背景的普通弟子，手里就捏着极品仙金，这种重宝落在他手里，不仅是暴殄天物，更是在挑衅宗门的秩序。剑上有仙金的事，除了任务殿同队的那几个，还有谁知道？目前只限同队4人，未曾外传。封口，再去查他这仙金的真正来源。若是来路不正，戒律峰自当将此物收缴充公，以正宗规。
2个月36次交割，用4品丹药从法师换来的仙石，终于够拿这点东西了。5品药引冰虽凝的蓝叶，有了它，今晚就可以在4品丹房里强行试炼5品玄灵丹了。钱货两清，分毫不差。在这吃人的世道，比起虚无缥缈的交情，只有实打实的仙石换来的规矩，才最牢靠。赤魂花、金髓根、玄阴枝、药液融合完毕，最后一步。5品丹药成型的灵压太恐怖了，这4品的聚灵阵压不住了。给我拧！品质滑落到中等，4品阵盘的物理极限彻底到了。如果不升级阵法，5品丹药永远出不了绝的。你这阵盘的灵气回路，刚才的灵压早该把阵基撕碎了，它为什么没碎？因为我把死路给切断了。阵基碎了无妨，只要顺着裂缝硬刻下一道散气回路，灵压有了去处，阵盘自然就不会炸。这阵纹切得太准了，地基都碎成渣了。你居然顺着裂缝改了散气的回路，把马上要炸的炉子给救了回来。4品阵盘扛不住这么大的动静，你到底在炉子里烧了什么大药？想知道？帮我把这碎掉的阵脚补上。这半卷9宫连环残阵，借你参悟3天。一个只想参悟阵法的孩子，比戒律堂的刀子好应付多了。后院的阵法算是有人修了。阵盘废了，昨晚那么大的灵压波动，绝对瞒不住内务堂。今天一早肯定会有巡逻的执事来查房。想要拦住执事堂那些烦人的苍蝇，我需要一尊镇得住场子的大佛来堵门。饵撒出去了，就看谁来咬钩。这种废丹也随手乱肉。等等，这裂口的火气走向不对。这裂口根本不是炸废的，你居然在丹药内部借着这裂缝硬生生刻下了一道引煞的微型阵纹，把里头狂暴的火煞给导了出来，以阵入丹，强行化解必炸的死局。这废丹一文不值，但这刻在里面的手法是无价之宝。500点贡献值，我买了。刚才是哪座天字号丹房传出的阵法之动？这股焦糊味是怎么回事？
执事大人，使不得啊！您快看看坐在正门口那位爷是谁？段小楼，这小祖宗怎么坐在人家门槛上悟道了？这要是去敲门打断了他的机缘，咱们有几个脑袋够赔的？快撤！500点贡献换一个惊世灵感，他赚了。1枚废品换仙剑宗顶级天才赌魂挡灾，这笔买卖划算。3日后，天字号丹房濒临崩碎的4品阵盘已被彻底缝合。离水位逆转，煦风倒灌，不对，这生门怎么能嵌在这里？这回路到底是怎么连上的？绝了！这阵盘修的值了！只要饵给够了，连催都不用催，他自己就会拼了命的干。大师兄，任务殿那边已经打点好了，和苏云昭同队的那4名弟子，以任务保密为由调取了外山云罗，3个月内不会回宗门。另外，我们安排人近距离核认过，他剑上外溢的那股暗金锋芒，绝对错不了，那是太古遗迹里才有的禁忌之物，星辰精金。一个毫无背景的新晋弟子，查他的仙金来源一直查不到。很好，不用查了。内门弟子苏云昭，本命飞剑异常，疑似勾结外魔，残害同门夺宝。按戒律封宗规第10条，着令写本作令符，前往荒野，指认获取仙金之现场，配合勘验，传我口令，带队出宗后，只要出了护宗大阵，直接解锁天剑阵，拿下。苏师姐，再往前可就是绝灵荒原了。你说的那个发现仙金的遗迹，到底还有多远？不用带路了，此地距宗门已过100里，神识难至，就在此处结案吧。内门弟子苏云昭勾结外魔，残害同门，夺取太古仙金，罪证确凿。交出须弥戒和本命飞剑，自封弃海，随我回行堂受搜魂之刑。否则，今日便按宗规第10条就地正法。解阵，锁天。木盒里的东西，3张仙7品9重雷火符，残字品，不够精准，拿去。这只是给我的暗渠脉买的保险，真遇上必死的局，直接引爆，不需要灵力催动。太古雷纹，那是仙7品雷火符，快！跨越2个大境界去催动仙7品法宝，绝无可能。但他根本没打算去驾驭它。他只需要那一丝仙力作为引心，将这3张封存着太古雷威的符箓直接引爆。戒律封引以为傲的5品锁天大阵，在这等威压面前，犹如烈日下的薄冰，冰消瓦解。修为太低，没法精准控制这股力量，威力散得太开，到底还是没能当场炸死一个虚寂境。不过，在力量的碾压之下，
他所谓的宗门规矩，已经脆得像一张纸。若不是那7件仙六品的护身法器挡灾，我这虚寂境的修为，今日便要被那雷火生生削掉一层皮。不能留，这东西绝对不能留，连眼睛都不眨，随手便刺下3张仙气品雷火符拒捕。他背后绝对站着一个根本不把仙气品当回事的隐士老怪，这等禁忌不能碰，绝对不能碰。在那位镇痴少女夜以继日的推演下，一座全新的9宫连环大阵终于在天字号丹房的地下深深扎下了根基。第1宫锁地火，第2宫路仙元。验回这地基打得确实扎实，有这9宫镇压着5品的威压，总算不会再把墙给掀了。上次阵法不济，失败了。这一次阵法已经重塑，也是时候让这5品药引真正发威了。算算时辰，荒野上的雷夫应该已经想过了。顾长风这种仗势欺人的恶犬，只要被绝对的力量碾过一次，定会夹着尾巴做人。这外头的暗盘，算是彻底扫干净了。这股威压，5品仙丹非虚寂境不能练，他竟想以玄光境的修为强行跨界开颅。主人，这4品的破炉子根本扛不住5品的药力，你的仙石都快干了，再不收火，你要是被地煞烧成了灰，以后谁来给我炼药？闭嘴！阵法锁得住地脉，我这只手就压得住这口锅。平随凝丹液，给我战死！炉子裂了！仙力见底了，想炸炉，做梦！神石，给我钉进去！阴阳威压对冲，收！少尊主，望虚城及周边几个散修坊镇的眼线来报，近数月来4品仙草被不明身份的人大量扫空，而且流入黑市的4品绝等丹药成色诡异，没有一丝咱们公会的炉火印记，似有不明之人打通了门路，在私下截留咱们总会的造化。没有公会的印记，也敢在东荒开炉倒卖，真把公会的造化垄断当成一句空话了。自路的旧账还没算清，又冒出来一条过江龙。待本座处理完手头琐事，那里的规矩便得由本座重写。
终于能练出五品下等了。这抹平世家百年积运的通天梯，总算握在手里了。区五品下等，这等成色，倒也勉强够填缝了。主人，快给我这副幼体的龙颜，馋得快要压不住了。急什么？吃了这用我的命熬出来的造化，你接下来要吐的龙颜，得连本带利的吐给我。先五品的造化，不以暴烈取胜。玄灵丹如同在体内种下一口仙泉，足足1月，自动涌现精纯仙气。这五品仙丹的仙力倒是够绵长，但这塞岩缝的量能顶什么用？主人，再给我来个110炉的，我的龙颜就能彻底烧穿6品的门槛了。太古魔龙的胃口果然可怕，玄光1层的底子想跨界进化出6品龙颜，一颗5品丹不过是杯水车薪。接下来该我了，得靠海量的5品丹药把它喂上去。小黑子的事急不得，接下来以外力强行冲关，向来是修仙的大忌。但这5品神药药性绵长，一次破玄光境壁壁，正如一场势如破竹的跨界洗髓。这段10日沉淀的底蕴，在这股药力面前，彻底融会贯通。这股混杂着仙5品药效与纯阳仙力的突破风暴，隐秘却又无比霸道。有意思。玄光境2层，这内门天骄的实跑线总算是赶上了。给我砸！昨晚这破院子里仙气算窜，我倒要看看那个泥腿子大半夜的在搞什么迷津汤。看着天字号的茅坑不拉屎，今天非得给他点颜色看看。陆清安，别以为拿了3座丹房就能翻身，这院子里的规矩。这股威压，怎么可能？你不是刚突破玄光2层吗？救命！陆师弟，是我们有眼无珠，求你收了神通。老天，那是全都是4品绝等丹，他这是把几个月的粗活一口气全砸出来了。20炉，这起码能换上万贡献点吧？他一个新晋弟子，哪来这么恐怖的出丹量？别愣着，清仓结算。这是仙5品的大药，你不过才是个玄光境的新晋弟子，怎么可能跨越整整一个大境界，硬生生练出5品的丹药？这根本不合常理。4品绝等清仓，加3枚5品仙丹，触发宗门最高连续开炉叠加奖励，预牌总额42000点。42000点，我看100年的苦约都攒不出这个零头。
他这一把的进账，都快赶上内门十玄长老的私库了。蛰伏期已过，如今我手握五品大药，4万点只是个开始。当我的价值高到足以影响宗门气运时，便再无人敢用那些底层的破规矩来拿捏我。是孟师兄，听说他进了一处极度凶险的生死禁区，居然活着回来了啊！你看他周身的剑气，他这是历经九死一生，硬生生杀破了瓶颈，迈入玄光境3层了。分明只有玄光境2层的境界，为何他体内那股仙力的厚度，竟有如渊海般深不见底？我历经生死才破境，竟压不住他一个低境界的气息，好恐怖的造化底蕴！你修你的无尽资源，我修我的一剑破万法，我倒要看看大道的终点究竟是谁更厉！我刚听说贡献堂的消息，42000点，跨阶练出5品大药，我就知道这世上根本没有什么门槛能真正拦得住你。险中求胜，借了点地利的便宜罢了。但是你今天一口气交出这么多做入高阶丹药，实在太扎眼了。这么大的一笔量流出去，必定会引起外界的查探，若是被有心人盯上，防不胜防。望虚城下个月的10年大拍就要到了，天书城等几个大宗门的使团都已经提前降临，局势太乱，你必须早做防备。水越浑才越好摸鱼，他们想查就让他们查。名牌的收益必然伴随着名牌的风险，不过既然牌已经打出来了，这望虚城的赌局我就奉陪到底。在弱肉强食的地下坊市频繁抛售价值连城的4品绝等丹药，本就是一件危险的买卖。望虚城外，都把眼珠子抠出来，用衣袖擦亮了，好好瞧瞧。看见最底下那个发光的名字没？陆清安，那是我安哥，一姓一母的亲哥。一夜卷走4万点，练出5品下等。你们以前谁见过这等阵仗？来，给爷大声念出来，谁才是那门第一大腿？又不是你得的，你在这瞎嚷嚷什么？我安哥牛，就等于我牛，有本事你也一夜弄个4万点去，没那本事就别在旁边冒酸气儿，一边去。真师弟，你快少说2句吧，杜师姐过来了。竟然这么快就能炼制5品丹药了。这5品丹药，我绝不认输。我被盯着了，4个都是虚寂境，看中了极品赤阳丹，怎么处理？杀人容易，立规矩难。不杀，把人引去城外的黑风谷，去找那个总在地上画阵法的丫头，她会给你准备一处看戏的位置。
怀璧其罪的终极解法，从来都不是把宝物藏起来，而是要用更恐怖的深渊压死所有的贪婪。帮我去城外的黑风谷布一个能困死4个虚极境的迷阵。这半卷图先借你看3天。黑风谷？什么阵？要一个能把他们按在地上，却又不伤他们性命的牢笼。带路。第3笔，原来是引地脉入缺，这9宫大逆转，当真是绝妙。回路调好了，那半卷残图该给我了。一个只想参悟阵法的孩子，比任何靠山都好用。盯紧他，那布条下面绝对藏着极品宝物，还有他怀里那几瓶绝等4品丹药，这飞扬跑不掉的。把他逼去城外的黑风谷，在那儿动手，神仙都查不出来。竟然练出了5品仙丹，消息都传遍内门了。林耀峰的调拨令卡了2个月，他名下没有1两仙草入账，他到底是用什么练出来的？少爷，我们把内武堂和林耀峰所有管事的账本都筛干净了，真的没有陆清安的名字。他似乎从来没在宗门里买过任何仙草。那就查错了方向。既然宗门里没人给他供货，那他必然是搭上了望虚城里的仙草铺子，在自己贴仙石死撑。那就把望虚城所有的仙草铺、所有地下黑市全部翻过来。少爷不信，他一个无依无靠的普通弟子，手里被仙石还能烧一辈子。我的仙石被扯碎了，有埋伏！阵法运转半个时辰，这几个人的仙石全废，境界这辈子休想再重回虚西境。杀他们太容易了，但让他们像死狗一样爬回地下访视，才是这望虚城暗盘里最硬、最不可招惹的规矩。别动他，别去动那个戴面具的女人，她背后有高阶大阵护道，是惹不起的老怪物。那威压是能拘令地脉的手段，4个虚极境，半个时辰全废了呀！这是高阶杀阵的痕迹。对方这不是杀不死他们，是根懒得杀，这是把他们当成活牌子放回来，警告咱们呢。
会长，近2个月来，往日里常来我分会求购药丹的散修猎妖队，甚至几个相熟的修仙世家，突然都去黑市了。咱们工会库房里的下等4品丹药压根就卖不动了。黑屋里最近突然涌入了大批没有工会炉印、品质却完美的4品绝等丹，咱们的客源毫无症状的被抢走了整整30%啊！望虚城方圆万里，除了我等工会，有哪个势力能一口气吞下30%的丹药流转？没有炉印成色绝等，这绝对是有人在暗中截断了咱们工会的造化之脉。去查，把外城那些见不得光的散修档口、黑市商铺，给我一处一处的全筛一遍。就算把望虚城掀过来，也要把那条吃里扒外的过江龙给老夫揪出来。望虚城的地下坊市这几日抛售的反馈极好，要不要成事把外城几家仙草铺也一并收下来，多开几条线，收益起码能再翻1倍。不可，每天只卖3粒绝等丹，是黑市能消化的极限，也是药师公会能容忍的死线。一旦胃口撑得太大，公会里的那些老怪物必定会追查源头。那就放着这些送上门的仙石不赚。贪多嚼不乱，我们已经积累了足够换取高阶仙草的仙石，当务之急是稳住这30%份额，将其转化为我们下一步强开5品大炉的底蕴。只要阵法和6品龙炎一成，宗门的死线便再拦不住我。收啊，等我指令。他没有在宗门买过1两仙草，那5个内奸师的死账我全都查干净了，根本没有他的名字。少爷，我们把周边几百里内的仙草交易，甚至灵药峰的值守记录都过了一遍，真的没有任何他购买仙草的记录。他那些仙草就像是凭空变出来的一样。名下没账，却天天能按时交出4品甚至5品的绝等仙丹，他到底是从哪里变出来的仙草？没有仙草，难道他能无中生有吗？会长，已经查了黑市里的灵石流向，望虚城地界绝无此等炼丹底蕴，也就是说，那股抢占工会造化的源头，只可能藏在仙剑宗内。可咱们没法硬闯人家的护山大阵。不需要硬闯，咱们已在下山古道结起阎网，只要封死这几条路，严密排查近日频繁出宗的所有可疑弟子，尤其是身上带有海量绝等丹药的，只要发现，直接就地拿下。工会的眼睛虽然未能刺入仙剑宗的万载阵法，但已在山门外围支起了一张无形的高压铁网。太古魔龙虽有通天造化，但小黑子此刻不过是玄光境1层的幼体，为了赶工，他连续数月焚烧高阶仙草，地脉真火已然化作火毒，反噬他的气海。主人，撑不住了，这海量的高阶火煞太毒，没有极阴之物做药引来中和，我的气海要被生生烧穿了。给我压回去！这点火煞都吞不干净，还算什么太古魔龙？不行，壁障太硬，经脉要断了。经脉扛不住，就拿我的本命仙力来扩。给我老老实实待在气海里。盯紧了，会长有令，只要那条劫了工会财路的过江龙敢露头，立刻发信号。这大半夜的，那人要是真带了海量绝等丹下山，咱们哥几个可就立大功了。
工会的猎犬倒是嗅觉灵敏，这么快就在外围拉起了暗网。既然是饿极了的野狗，不赏你们一根骨头，怎么肯乖乖去别处跑地？有高阶飞弹的焦味，在那边。又飘向了荒废的机械缝，那家伙肯定是想从死路街道下山，快追，别让他跑了。去气剑锋慢慢挖地3尺吧。等你们刨出几堆烂泥，我早已在望虚城满载而归了。玉简之中，一株生长在极寒深渊、散发着幽蓝寒气的九叶莲花缓缓旋转，这便是出现在望虚城10年大拍名录上的罕见至宝——仙七品极阴绝世古药太阴九叶莲。刚才小黑子说的对，孤阳不长，孤阴不生。他体内的火毒已经到了随时爆体的临界点，靠仙力硬养根本不是长久之计。这株仙七品极阴古药是中和火毒的唯一药质，更是我稳固造化底牌的大道钢髓。这株药，谁敢在拍卖会上跟我抢，我就用他的命来填炉子。大拍即将，望虚古城早已成了龙潭虎穴，各方天骄使团、黑市枭雄皆已暗中入局，整座古城在夜空下隐隐发颤。仙6品绝等法宝阴阳面具，不仅能彻底遮蔽真容，挡住圣灵境大能的神识探查，还能自主控制修为气息。大征之势，这池水越浑，才越好摸鱼。最高能模拟出虚寂境巅峰的威压，以后再遇到那帮狗眼看人低的老怪，我连隐修丹都上了。月余转瞬即逝，望虚城10年一度的大拍今日开锤。听说了吗？这次10年大拍可是拿出了好几件镇压底蕴的神物，连东荒外宗的大势力都派了水团过来。咱们也就只能在主街上过过眼瘾。真想进玉禅庭，那至死的门槛能把咱们生生逼死。仙6品阴阳面具，只要戴上它，哪怕是圣灵境的老怪物，看到的也只会是一个虚寂境巅峰的无名散修。这位爷，看看我这上古遗迹里挖出来的，哎呦！快让开！感受不到那股气场吗？虚寂境巅峰的高手！那是天虚城的6品飞兽，连琉璃境的少主都亲自来了。这个威压太霸道了，根本喘不过气。 10年大拍，果然还是望虚城的格局够看。天书城少主驾临，都滚开！区一个虚寂境的散修。望虚城水深，明暗同流。官方大拍和地下黑市早就是利益共同体。这枚黑市最高阶的暗盘令牌，刚好省去了去官方掩资暴露底细的麻烦。你们看那块上古龟甲残炮，灵性全无，底价居然还要5000仙石。官方也是想钱想疯了，这破烂谁买谁是冤大头。好恐怖的极寒之气，连站台的5品防阵都挡不住，这到底是什么神物？仙7品极阴古药太阴九叶莲，小黑种体内的火毒已经到了爆体的临界点，这是唯一能救他的药引。今日就算把暗盘的家底掏空，我也必须拿下。诸位，这株仙7品古药，我王家已经筹备了整整500万仙石，今日谁也别想跟我争。太阴九叶莲，本少主志在必得。诸位若是想抬价，请便。赵少主，大拍的规矩是价高者得，我王家的500万仙石也不是摆设。500万，这点零算也敢拿出来丢人现眼？
我天徐城的仙石多到你们数不完，想争的只管再购家底来送死。大人，刚才查了，那人手里捏着的是咱们黑市最高阶的暗盘入场令，没有任何官方卷字的记录。最诡异的是，这令牌是3个月前忽然从外城的散修暗渠里冒出来的，根本查不到他的任何宗门来路，甚至连他的脸都没人见过真容。拿着最高阶的入场令，却是个查无此人的生面孔，连脸都不敢露，说明他手里捏着足以让他没命的巨额现钱。这望虚城还真是来了一头大肥羊，去，把他的底给我翻个底朝天！3品宁元散1万仙石成交。4品法器斩锋剑2万仙石成交。下一件上古龟甲残片，来历不详，用途不详，只有巴掌大小，但毕竟是上古遗迹中发掘而出，起拍底价3000仙石。连个仙气波动都没有的死物，白送都没人要，官方真是想钱想疯了，这破烂还敢卖3000？后排这位道友出价3000，还有没有加价的？花3000仙石买块不知道干嘛用的破瓦片，这人脑子有病吧？脑子被灵兽踢了吧？下一件6品仙金太乙星辰砂，暗金元砂，星光流淌，诸位铸剑宗师不可错过的绝世材料，起拍价8万仙石。天书城出价10万仙石。10万仙石已经是正常溢价了，天虚城开口了，咱们别争了，这是拿底蕴压人了。10万仙石，第一。50万，全要了。50万，这6品仙金撑死也就值15万仙石，直接把价钱翻了5倍。这是直接拿钱砸天俗城的脸啊！直接把价格抬到50万，这下天俗城的少主被人当场截了胡，这下有好戏看了。少主，50万溢价太多，若是硬争这口气，恐会伤了咱们稍后竞拍太阴酒业连的资金底盘。本少主知道，不用你教，让他先拿着。50万仙石，后排的贵客出价50万。天书城还要加价吗？3颗5品绝等丹的成本，换来这一整盘6品仙金，这笔账算得过。少主，查过了，那人自称墨尘，持的是黑市最高阶的入场令，没有任何世家背景，也没有师承来历，只有挥霍不尽的仙石。没有师承，没有背景，这世上哪来的无根之水？本少主的仙石竟然如泥牛入海，连一丝涟漪都没激起，那面具就古怪。去盯着他。3个月前，咱们为了拉拢那个海量抛售4品绝等丹的神秘卖家，专门发出去了一块最高阶的暗盘令。那卖家查到底细了吗？回大人，那人行踪极其诡秘，每次交易完就断了线索，查了3个月，毫无头绪。那这个戴着面具的肥羊，拿着那块查无此人的令牌，第一次大摇大摆的进城是什么时候？初九，大牌前夕。信物对上了，查了3个月没查到的供货源头，原来是觉得赚够了仙石，亲自下场来大拍摆活了。传令，所有城门暗渠非洲渡口，只要看到戴面具的，
一律锁死汇报。大人，一旦截住，直接做掉他们。不是吃它，是吃它背后那条能稳定产绝品丹药的暗脉。一条暗脉比这头羊本身值钱100倍。先期品极阴绝世古药太阴九叶莲，起拍价300万仙石，350万，400万。800万，800万，这已经超出极阴古药的底价极限了。天如城这是要拿底蕴压死人呐！800万，第一次。这一口开出去，就是明着和天速城结下死仇，但不喊，小黑子就得爆体。1000万。1000万，这太明星的到底是谁？他疯了吗？1000万，第3次，成交。快半拍，小黑子的气海能撑的时辰不多了。敢拿1000万砸本少爷的脸，戴面具的，我记住你了。这头肥羊背后藏着绝品丹药的暗脉，绝对不能让他跑了。先期品极阴古药1000万仙石，这等天价，若是能强行把你从死线拉回来，甚至更进一步，这笔账就不算亏。主人，极阳交汇，气海要碎了！给我撑住！1000万仙币熬出来的生机，你就是死也得给我咽下去。第一道壁障碎了，药力开始融合，引导阴气护住主脉，别让它乱窜。火毒在退去，这股阴气在淬炼我的龙颜。太古龙颜重塑。玄光境5层，连破4关，这太阴九叶莲的药力竟然直接把你顶到了这个地步。不够，这太古大龙的血脉是个无底洞，距突破虚寂境还差海量的大药去堆，1000万砸出来的门槛才刚刚开始。少主查了，望虚城周边没有叫墨尘的。我们把东荒各宗门名册，包括尹谢世家的家谱全翻了个底朝天，没有师承，没有来历，连他什么时候进城的都查不到一丝痕迹。他就像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样。什么都查不到，这修仙界就没有凭空冒出来的，那就只有一个可能。他不过是个得了点奇遇不知死活的散修，没有世家背景，死在荒野也无人追究。他既然敢吞入1000万的极品古药，就要做好被开膛破肚的准备。没有来历，没有背景，没有师承，完美。大人，既然查不到底，万一他背后有隐藏的大能，咱们这一下去，会不会咬到硬茬子？一个完美的人，要么大能伪装，要么是藏得太深。但在我望虚城黑市砸下1000万抢货，不管他是哪种，都不能让他活着走出去。规矩是我定的，猎物既然露了头，就没有放走的道理。
去查，把所有暗脉地沟也摸一遍，只要截住，不要惊动其他人，直接连骨头带肉一起吃下。两路虚寂境以上人马在查莫城。赵无远，天书城少主，琉璃境2层。沈狂，黑市地头蛇，虚寂境10层巅峰。两路起码虚极阵以上的精锐，还真是瞧得起我。看来1000万砸下去的动静比我想象的还要大。不过正好省了我去一个个清剿的功夫。既然他们这么急着来送死，那就替他们选一块风水极佳的埋骨地。